中东的天空还在被飞弹划破，波斯湾的海峡仍然封锁着，而全球的油价和股市每天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跌宕起伏。国际液化天然气市场已经进入了极度紧张的阶段，大约 20% 的供应处于离线状态。摩根士丹利预估2026年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将出现约1500万吨的供应缺口，亚洲基准价格在第3季度可能飙升到30美元，第4季度更可能冲上 32.5 美元。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每一个普通家庭实实在在的生活压力。更诡异的是，这场战争的走向竟然和一位印度少年在几个月前的预言出现了令人后背发凉的吻合。没错，他就是阿南德。就在最近，阿南德连续接受了2次深度采访，从占星学的角度描绘了他眼中的2026年乃至更远的未来。他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愣住的话：短期看，伊朗是输家，但从更长远来看，伊朗反而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你没听错，一个正在被美以联军狂轰滥炸的国家，一个最高领袖都被斩首的国家，一个内部抗议此起彼伏的国家，他竟然会成为最大的赢家？这怎么可能？别急，我们今天就来好好拆解阿南德的这番惊人预言，同时也聊聊另一位神秘的玄学博主对台海局势的推演，以及为什么2026年可能不仅仅只有中东这一场战争。这支影片的信息量会非常大，建议你找个安静的地方泡杯茶慢慢看完。好，我们先从头捋一捋这场中东大火究竟是怎么烧起来的。要理解今天的局面，我们需要把时间往回拨一点。时间回到2025年底，伊朗国内的经济早就已经是一片焦土了，货币里亚尔疯狂贬值，物价飞涨，老百姓连基本的生活都快撑不下去。你想象一下，你辛辛苦苦工作1个月，薪水拿到手还没捂热，就发现昨天还能买10个鸡蛋的钱，今天只能买5个了。这种绝望感你能体会吗？伊朗人民已经忍受了太多年了，终于在12月的某一天，一场从经济困境点燃的怒火瞬间席卷了全国超过100个城市。这不是一般的小打小闹，这是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爆发的最大规模示威。从德黑兰到设拉子，从科尔曼沙赫到亚兹德，从大城市到小乡镇，愤怒的火焰一夜之间烧遍了整个国家。街头上的口号是什么？不再是什么改善经济、降低物价这种温和诉求了，而是直接喊出了独裁者去死，哈梅内伊去死，既不要加萨，也不要黎巴嫩。我的生命属于伊朗，赛义德·阿里今年必将下台。你听听，这已经不是抗议了，这是在动摇政权的根基。老百姓不再只是要求改善生活，他们要的是换掉整个体制。大学生们也加入了阿米尔卡比尔理工大学、谢里夫理工大学、贝赫什提大学、哈杰纳希尔大学、伊朗科技大学、伊斯法罕理工大学、亚兹德大学，一所接一所的顶尖学府站了出来。这些年轻人是伊朗最聪明的一代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全世界，我们受够了。科学与文化大学的学生们涌上街头，高喊着我们团结一致。那个画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每一次伟大变革的前夜。当时的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也呼吁政府倾听民众诉求。政府发言人法蒂玛·莫哈杰拉尼宣布要成立一个沟通小组，但这些表态根本无法平息抗议者的怒火。他们的诉求早就超越了经济问题，很多人对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令人窒息的黑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最高国家机构同意下，亲自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动用武力镇压。2026年1月8日到10日，短短3天，成为整场抗议中最血腥的时段。坦克开上街头，安全部队和巴斯基民兵向人群开火，全国实施宵禁，互联网被彻底切断。伊朗媒体报道说，政府发言人甚至告诉记者，当局不打算在最近抗议活动中丧生者的40天哀悼期结束前恢复国际互联网连接。在扎黑丹，逊尼派教士毛拉维·阿卜杜勒哈米德在周五祈祷布道中谴责了政府的暴力回应，结果又引发了新一轮抗议。而在德黑兰，周五祈祷伊玛目哈塔米却呼吁处决被拘留的抗议者。你看，
连宗教领袖们的态度都是截然相反的。这个国家已经从内部彻底撕裂了，外界估算的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最新的统计介于3万到 4.3 万人之间，超过2万人被捕。有报道称，在德黑兰阿米尔卡比尔大学，巴斯基民兵镇压校园集会时，一名学生受了重伤。美联社指出，当局压倒性的暴力手段让伊朗社会弥漫着绝望的情绪，部分民众开始寄望于美国的出手干预。而就在伊朗内部一片血雨腥风的时候，外部的压力也在同步加码。美国总统川普连续发出警告，要求伊朗停止屠杀示威者，否则将面临非常严厉的打击。他在自家社群平台上发文说，伊朗正渴望自由，程度或许前所未见，美国已备好伸出援手。他还称赞伊朗人民是勇敢的人民。1月12日，川普更是宣布对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征收 25% 的关税。流亡在外的巴列维王朝王储里萨·巴列维也加入了这场风暴。他公开请求川普做好干预的准备，呼吁伊朗民众走上街头示威，并在社群媒体上号召民众在特定时间高喊口号，要求保持示威活动的秩序并扩大规模。接着，军事行动升级了，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从南海急速赶往中东。1月26日，美国官员证实林肯号已进入中东地区。伊朗国防部发言人立刻回应，说伊朗将对美国或以色列的任何攻击做出强而有力的回应。2月初，美国又向中东增派了第2艘航空母舰杰拉尔德·福特号，进一步加强对伊朗的战略压力。与此同时，伊朗也没闲住，在2月6日派遣了由商船改装的新型无人机航母沙希德·巴盖里号到荷默兹海峡待命，双方都在疯狂备战。在这种一触即发的气氛中，外交努力也在进行。2月6日，美伊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间接核谈判。伊朗方面表示，任何进展都需要各自返回首都磋商后才能推进。第2轮谈判预定在日内瓦举行，然后事情就真的炸了。2026年2月28日，就在美伊双方还在日内瓦进行核问题谈判，双方约定最快3月2日在维也纳展开第2阶段技术细节谈判的时候，以色列出动了200架战机，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空袭。这是抢在美伊外交谈判72小时前的军事行动，不仅轰炸了核武计划基地，还直接击杀了革命卫队最高将领。而最惊人的是，美以联军对伊朗最高领袖的官邸发动了精准打击。卫星影像清晰地显示，位于德黑兰的官邸建筑物严重毁损，黑烟滚滚。伊朗官方随后证实，统治这个国家近37年的哈梅内伊已在这次攻击中丧生。一夜之间，伊朗进入了后哈梅内伊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了，恰恰相反，这才是真正的混乱的开始。哈梅内伊死后，伊朗的权力出现了真空。最让国际社会焦虑的是，后哈梅内伊时代的伊朗政府似乎没有一个统一稳定的传话管道，能跟国际社会进行外交沟通。空袭24小时后，《华尔街日报》发出独家新闻，称有伊朗高层正在透过外交管道尝试与美国政府重启谈判。川普也表示，白宫正准备与可能的伊朗领导人重新接触。然而被点名的伊朗高层却立刻公开驳斥，强硬地表示将扩大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报复行动。说什么和谈？我们跟美国不同，伊朗早就为这场持久战做好了准备。美国方面则强调，战争的目标是摧毁伊朗的飞弹能力，政权更迭只是附带结果，而不是战争目的。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斩首最高领袖这种行为，说不是在搞政权更迭，谁信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发出了声明，批评这次攻击再度发生于谈判期间，指控敌方以为凭借这种懦弱行径就可以迫使伊朗民族低头。伊朗外交部长称，事件完全是无端挑衅，非法且不正当。一名革命卫队将军更宣布，伊朗有长期战斗的能力，而伊朗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裂。总统佩泽什基安作为三方领导委员会的代表，呼吁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但准军事组织革命卫队却在独立行动，完全不听指挥。佩泽什基安甚至就伊朗攻击邻国一事公开道歉，表示暂停对邻国的袭击，并将责任归咎于内部沟通不畅。
这个声明被外界认为凸显了伊朗内部的深度分歧。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伊朗和美以之间进入了一种极其诡异的状态，一边在打，一边在谈，一边在升级，一边在喊停。战争的烈度不断攀升，但外交的努力也从未完全停止。让我们来看看战场上具体发生了什么。以色列和伊朗持续互相发射飞弹攻击对方。以色列特拉维夫遭到袭击，有4人轻伤。以军夜间空袭轰炸了德黑兰的武器工厂。伊朗官方媒体法斯通讯社报道，美以联军对伊斯法罕的2处天然气设施和一条输油管发动了空袭。伊朗无人机甚至袭击了科威特机场。真主党也从黎巴嫩出手，袭击了以色列北部的后勤基地。整个中东地区都被拖入了这场战火之中。3月23日，事情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川普突然宣布延迟轰炸伊朗多个发电厂5天，说双方过去2天就彻底解决敌对行动，进行了非常好的、富有成效的对话。全球股市瞬间剧烈波动，油价应声下跌。但伊朗随即回应说，自从开战以来，我们跟美国从来没有举行过任何会谈。川普在接受采访时回应说，他认为这是政权更迭，因为我正在与一些新面孔对话。你说这叫什么？川普说在谈，伊朗说没谈，到底谁在说谎？或者说，他们各自口中的谈判根本就不是同一件事？也许川普透过中间人在接触伊朗内部的某些反对派，而伊朗官方完全不承认这些人的代表性。这场外交上的罗生门让整个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紧接着3月24日，黎巴嫩宣布驱逐伊朗大使馆外交官，要求他们5天内离开。3月25日，俄罗斯从伊朗布什尔核电站撤离了163名工作人员，而阿联酋国防部报告说，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没有伊朗飞弹射向阿联酋，算是战火中的一丝微小的平静。就在这种混沌之中，阿南德给出了他的时间线，而这个时间线才是让所有人都坐不住的关键。阿南德说，4月11日之前，伊朗还会再次遭到重大袭击。未来的几周，伊朗领导层可能会因为打击规模过大而陷入混乱。然后到了4月底左右，伊朗高层会被迫接受美以开出的谈判条件，包括核心权力层的人或许还能暂时保命，再撑1-2年。但是阿南德特别强调了一个时间节点，9月。他说，4月底的谈判带来的平静不过是下一轮升级前的喘息，在今年9月之前，局势还会再度掀起波澜。他的原话是这样的，表面上的和平也好，平静也好，可能只是伊朗向美以妥协的结果，对伊朗来说也许是下一次反击的缓冲期。可这种平静不会等待太久，因为在伊朗休养生息之后，还会爆发新的冲突。你想想看，这意味着什么？如果阿南德的判断是对的，那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场中东大战根本还没有走到高潮。4月的谈判只是一个缓冲期，就像拳击比赛中间的休息回合，双方回到各自的角落，擦擦血，喝口水，然后9月份铃声一响，又要重新打过。而且这次再打，很可能比之前更猛烈，因为在这段喘息期里，伊朗不会闲着。要知道，伊朗已经在加快洽谈采购中俄的军备和防空系统，积极备战。如果真的给了他几个月的喘息时间，等到9月重新开打的时候，伊朗的防御能力可能已经有了质的提升。阿南德还对现在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做了一个推测，他认为这位新领袖大概还能活1年半到2年左右。他特别强调，这个判断非常不确定，因为没有精确的出生数据可以分析，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政权将会遭到极其严重的打击，严重到他们将失去对社会的控制能力，甚至无法再对民众施加有效约束。那么问题来了，伊朗在被打成这样之后，他拿什么来反击？他又怎么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这就是整个预言中最反直觉但也最深刻的部分了。阿南德的逻辑是这样的，他认为伊朗现在的政教合一体制恰恰是限制这个国家潜力的最大枷锁。你要知道，伊朗不是一个普通的中东国家，它是波斯帝国的继承者，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底蕴，有着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口，有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些优势一直被压在神权统治的大石头下面，无法发挥出来。
这场战争和内乱虽然在短期内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它同时也在加速一个不可逆的进程，那就是现有政权的瓦解。就像一场高烧，烧的时候人很难受，但它其实是身体在杀死病毒的过程。阿南德说，伊朗政权最后可能不是倒在美以的枪炮之下，而是倒在自己的内乱、内斗和权力厮杀之中。接下来的几年，这个政权会遭受沉重打击，控制力明显下滑，再也难以像过去那样强力维稳，对社会的掌控也会越来越弱。到了那一步，真正的麻烦就会从内部爆发，但这种内部爆发恰恰是新生的前奏。他预测到2035年之后，会出现一个全新的新伊朗，这个新伊朗会逐渐脱离政教合一体制，变成一个正在迅速复兴且非常强大的国家。他的原话是，从长远来看，我认为新伊朗是一个正在迅速复兴且非常强大的国家，所以我不太觉得会出什么严重问题，反而整体发展看起来相当乐观。更惊人的是，他还说这个新伊朗反而有可能拥有核武器。你品一品这个逻辑，现在的伊朗在国际制裁和战争打击下几乎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核武强国，但如果10年后一个崭新的脱离了神权统治的伊朗出现了，国际社会对他的态度会不会完全不同？一个民主化的伊朗，一个融入国际秩序的伊朗，他去发展核能甚至核武，遇到的阻力是不是会小得多？就像当年的日本和德国，二战后被打得稀巴烂，但正因为旧的军国主义体制被彻底摧毁了，新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反而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强国。这就像阿南德在说，美以现在打的这一仗，表面上是赢了，但实际上是在帮伊朗做破茧重生的手术，把旧的烂掉的壳打碎了，新的生命反而有机会钻出来。历史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当然了，这一切要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那就是伊朗能挺过这段最黑暗的时期。而从目前的战场态势来看，伊朗确实展现出了比很多人预期更强的韧性。根据最新的报道，到4月初为止，美以联军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仍然没有降温。美国情报界甚至承认，打了1个多月，伊朗还有一半的飞弹发射器完好无损，这直接打脸了白宫先前的胜利宣言。伊朗在大约5周的时间里，已经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500枚弹道飞弹，而且他还使出了一个让军事专家都感到头疼的新招，叫做降雨式弹头。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枚飞弹在高空重返大气层的时候，会释放出20到80枚子弹药，像下雨一样散落下来，覆盖范围可以达到10到20公里。伊朗的霍拉姆沙赫尔系列飞弹是这种技术的代表，单枚弹头最多可以携带80枚子弹药，在约7公里以上的高空散布开来。美国智库民主防卫基金会的研究员塔勒布鲁指出，伊朗将这种设计称为降雨式弹头，可以透过多种子弹药配置对更大范围的目标造成打击，远比传统的单一高爆弹头具有威胁性。这种打法对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来说简直就是噩梦。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在高空提前释放子弹药，使原本的单一目标瞬间变成数十个小型威胁，大幅增加拦截的难度。以色列的大卫投石锁系统拦截高度约在15公里，如果敌方飞弹在更高的地方就把子弹药撒出去了，他根本来不及反应。只有美军的萨德系统和标准3型飞弹这种中高层防御武器，才有可能在子弹药释放之前进行拦截。退役美国陆军上校尚克是前防空炮兵学校校长，他说得很直白，面对这种飞弹，必须依赖高层防御系统在子弹药释放前进行拦截，否则一旦分散，就从单一威胁变成多重目标，拦截难度大幅提升。但问题是，这些拦截弹的价格极其昂贵，库存又有限，在长时间高强度攻击下，防御方将面临严重的消耗压力。你打一轮没了，下一轮怎么办？同时在战场上也出现了令人意外的插曲，一架美军 F-15E 战机在伊朗境内被击落，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第一位很快获救，但第2位武器系统官在伊朗山区躲藏了超过1天。纽约时报披露，中情局动用了独家设备定位他的位置，还刻意在伊朗境内放出假情报，把伊朗追捕部队从他藏身的区域引开。
最终，美军特种部队深入伊朗山区，完成了强行救援。这个细节本身就说明了这场战争的规模和烈度已经远超很多人的想象。与此同时，伊朗军方也放出了相当强硬的表态。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汗沙希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对美伊喊话，说要把敌军士兵打回石器时代之前。革命卫队也发表声明，如果美国敢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动手，伊朗将摧毁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所有资产和基础设施，打击范围还可能进一步扩大至美国的跟随者在中东地区的重要资产。声明还警告说，驻有美军基地的国家如果希望避免受到波及，应该促使美军撤离其领土。而在外交战场上，局势更加微妙。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3月30日的记者会上说出了一句极其惊人的话，他暗示伊朗部分前领导人之所以遇袭身亡，是因为他们在谈判中对美国撒谎，在谈判中敷衍拖延，这让川普无法忍受。你细品一下这句话的含义，这基本上就是在告诉全世界，你跟美国谈判的时候最好老实点，不然下场就是被炸。这番话在外交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赤裸裸。莱维特还声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川普希望在4月6日所谓最后限期前达成协议。他甚至暗示川普可能会仿效1990年波斯湾战争，要求阿拉伯国家为这次伊朗冲突买单。他说川普会对此非常有兴趣，但伊朗这边的回应也很硬。伊朗外交部重申，自从开战以来，伊朗和美国没有任何直接对话，只是通过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调解方收到了一些提议。伊朗总统更是直接说，美国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是他们应该带进坟墓的幻想。就在这种你来我往的攻防中，一个2阶段的停火方案浮上了水面。根据美国、以色列和中东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伊朗和居中斡旋的调停方正在讨论一项协议，先推动为期45天的停火，在此期间协商永久结束战争的条件。谈判的重点之一是伊朗是否愿意在第1阶段就采取部分措施，比如在荷默兹海峡通行问题和高浓缩铀库存问题上做出让步，作为建立互信的一环。同时，调停方也在研究美方可以提出哪些保证来回应伊朗对停火是否能延续、战事是否会再起的疑虑。但调停方也警告了，如果谈不拢，美以对伊朗能源设施的大规模轰炸计划已经准备就绪。调停方高度担忧，一旦美以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伊朗的报复行动可能对波湾国家的石油和供水设施造成严重破坏。伊朗方面也放出狠话，如果平民设施遭到攻击，伊朗将采取远比先前更具毁灭性且范围更广的报复行动。调停方已经告诉伊朗，现在已经没有空间再拖延或操作谈判策略了，接下来是达成协议，避免国家遭受大规模毁灭的最后机会。但至少在公开场合，伊朗官员仍然维持着极为强硬的立场，拒绝任何让步。而川普则在4月5日重申了他的最后通牒，要求伊朗在4月7日开放荷默兹海峡，否则就轰炸桥梁和发电厂。伊朗革命卫队的回应是，荷默兹海峡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战略变化，永远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伊朗部队正在完成波斯湾新安全秩序的作战准备。你看到了吗？这正好就是阿南德预言中4月份的关键节点。他说4月11日前还会有重大袭击，然后4月底被迫接受谈判。我们正在亲眼目睹这个预言的展开过程。好啦，我们先暂停一下中东的战火，把视线转向另一个让所有华人都揪心的地方——台湾海峡。你一定想问，阿南德有没有提到台海？答案是，在他最近的这2次采访中，他似乎没有直接谈到台海战争的问题，但这并不代表没有人在关注这件事。事实上，台海问题可能是2026年除了中东之外最让人焦虑的地缘政治热点。让我们先来看看另一位预言家怎么说。保加利亚的盲眼龙婆巴巴万加，他在生前留下的预言中就曾经暗示过大陆将接管台湾的可能性。他的预言被解读为2026年春天，一场大战将从东方引爆，然后延烧到西方，最终可能导致西方强国的崩解。他甚至被引述说过，这场冲突将蔓延至多个大陆，引发政治不稳定，
与全球紧张局势升高。外界对此的解读分成了二派，一派认为这指的就是台海危机，另一派则认为这指的是中东或者美俄之间的冲突。现在回头看，中东的战火确实在2026年的春天全面爆发了，而且东方这个词用来形容中东，在地理上也说得通。但问题是，88万家的预言是否就只有这一层含义？东方的火还会不会继续烧到台海？这个问题，有一位擅长用周易八卦分析时局的玄学博主给出了他的答案。他的名字叫吉利小师妹。吉利小师妹最近在她的节目中专门用卦象推演了台海局势，她一步步的起卦、排盘、解爻，过程非常细致，而她最终的结论或许会让很多担忧的朋友稍微松一口气。按照他的卦象来看，台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你可能会问，一个八卦推演真的能预测战争吗？当然，我们不能把这当作科学结论。周易是中华文化中一套古老的哲学系统，它更多的是提供一种思考问题的框架，而不是给出确定性的预测。但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把各方预言家的说法综合起来看，似乎可以拼出一个大致的图景。阿南德在去年底的预言影片中点明了4个高风险区域：中国的西北和东北地带、菲律宾、北韩以及朝鲜半岛周边国家。注意，他说的是这些地方可能发生恐怖主义事件或者重大变化，但他并没有直接说台海会爆发全面战争。他特别指出，中国可能会面临一些重大地缘政治风险。原话是：我相信有非常强烈的可能性，中国将面临重大问题，但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西北部和东北部，而不是东南沿海的台湾海峡。另一位艺术大师李贤阳也做了2026年的全球卦象分析，而他的预测精准度在业界口碑极好，甚至有人说他比阿南德和龙婆都准。比如他用卦象推演出美国2026年的封山剑卦，这个卦的爻辞描述了一步步接近目标，最终出手的过程，跟川普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的事件惊人吻合。李贤阳推算出台湾在2026年的卦象是天地否。否卦是什么意思呢？天在上，地在下，看起来是自然的正常位置，但实际上天气往上升，地气往下降，两者越离越远，不交不通。它代表的是闭塞、阻隔，上下不通，内外不通。李贤阳的解读是，台湾在2026年会持续站在全球科技舞台的亮点位置， AI 和半导体产业成长快速，但同时也承受着感受落差的压力。高科技产业的成长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多数家庭的实际收入提升，让很多人心中产生疑问，经济真的有那么好吗？政治方面，他特别强调，不同立场的人需要对话、交集、一致、团结才会更好。你看，李贤阳的卦象里，台湾的主题是内部整合，而不是外部战争。虽然否卦确实代表了困难和阻塞，但它更多指向的是内部的分裂和沟通不畅，而不是军事冲突。这跟吉利小师妹的结论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而阿南德对中国的看法也很有意思，他曾经特别发影片澄清，说网上流传他预言中国将会崩溃，但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也没有发现任何星象组合显示中国会崩溃。李贤阳用周易推算出中国2026年的卦象是火地进，代表着经过多年调整后，方向开始站稳，政策方向逐渐清晰，结构稳定性提升。他的解读是，中国在2026年展现出一种不再急住证明自己的状态，不是爆发式成长的年份，而是累积信心、观察成果的阶段。如果把这些碎片拼起来，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图景。阿南德认为，全球的权力正在东移，东方国家的实力会持续增强。他甚至预测中国在2033年之后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到2050到2060年，中国和印度会形成双强格局，轮流坐庄。他还特别预测印度在120年内会成为超级大国，2050到2060年会短暂称霸。在这样一个长期看好东方的框架里，一场毁灭性的台海战争似乎并不符合他对历史大势的判断。如果中国要在2033年取代美国，
那在2026年打一场可能拖垮自己经济的台海战争，逻辑上说不通，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海地区就完全安全了。阿南德警告过，朝鲜半岛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一旦北韩出现重大变化，影响恐不仅限于区域层级，甚至可能牵动整个自由世界的局势。而朝鲜半岛和台海在地缘政治上是高度联动的，如果半岛出了大事，台海的压力也一定会跟着升高。再加上阿南德提到俄乌战争在2027到2028年暂时停火后，战线可能转移到亚洲南海方向，这对台海来说也不是什么好消息。所以结论是什么？台海目前看起来不太会爆发全面战争，但局势的紧张程度绝对不会下降。就像那句老话说的，不打不代表太平，只是还没到那个临界点，而这个临界点什么时候到来，取决于太多复杂的变数。好，让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全球的大格局。阿南德对2026年有一个总体性的判断，他说这一年是400年一遇的重大历史转折点。400年一遇，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阿南德用了一个吠陀占星学的框架来解释，他认为人类历史存在着大约400年左右的大周期，每到周期转换的时候，世界就会经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举了几个例子：1206年，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带来了地缘巨变，疾病传播和人口锐减，整个欧亚大陆的政治版图被重新绘制。1603年，东印度公司成立，股票市场诞生，人类首次实现快速全球化，开启了殖民时代和资本主义的崛起。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成为改变心理与地缘结构的文明触发器。他认为，从2020年开始，我们就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疫情不只是一个卫生事件，它彻底改变了全球的心理状态和地缘政治结构。各种冲突与变局不断出现，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突然增加。而2026年正是这个新时代中第一个真正的引爆年份。他特别点明了3个月份，要注意4月、7月和11月。4月，我们已经看到了中东的战火正在全面升级，美伊之间的最后通牒正在倒计时，这正好印证了他的预测。7月呢？阿南德非常具体地说了，7月24日前9天和最后10天，也就是大约7月中旬到月底这段时间，他暗示可能会有恐怖主义事件或者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发生。他甚至说了一句很意味深长的话，人们可能会说恐怖主义经常发生，但我尝试在这里说的非常具体，这意味着7月的事件可能不是一般性的动荡，而是某个特定的有针对性的重大事件。11月呢？阿南德说11月中旬左右也需要特别注意。而有意思的是，88万加的预言中也提到了11月。他说人类在2026年11月将首次与外星智慧生命接触。他甚至描述了一艘巨大的太空船进入地球大气层的场景。当然，这个说法实在太科幻了，我们姑且听之。但至少2位预言家不约而同地把11月标记为特殊月份，这本身就挺耐人寻味的。那除了中东之外，2026年还会不会有新的战争爆发呢？阿南德的回答让人不太乐观。他在今年1月7日接受采访时，准确预测了3月份国际会出现严重动荡，也就是美以伊战争的爆发。主持人追问这是否会触发第3次世界大战，阿南德虽然没有正面回应，但他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6月的时候局势会再升级。6月升级是什么概念？如果4月底谈判带来了暂时的平静，那6月的升级可能就是打破这个平静的第一声炮响。也就是说，从4月底到9月之间并不是一段完整的和平期，中间在6月就会出现新的波动，这让整个时间线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张。而且阿南德直言，全球正在走向大规模战争，但他强调，这不会是2战那种集中式的大战，2个明确的阵营正面对决，而是多区域、碎片化、旷日持久的冲突形式。死亡人数会低于2战，但战争的持续时间可能更长，影响范围可能更广。他用了一个词叫战争碎片化，这个概念其实非常精准地描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中东在打，乌克兰在打，各地的代理人战争此起彼伏，没有一场是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大战，但加在一起，死伤和破坏却在不断累积。他甚至给出了具体的时间线。第一阶段
是2029年到2032年，全球结构会重组，变得更加碎片化。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各种地区性冲突不断爆发，旧的国际秩序加速瓦解，新的权力格局尚未成型。第二阶段是2039年到2041年，冲突会变得更严重、更集中，但仍然低于二战的规模。到那个时候，可能会出现更大规模的对抗。他认为推动这一切的底层力量是土星、木星大合相引发的恐惧链反应，经济饱和转向军备竞赛，意识形态对立加剧，恐惧催生更多的恐惧，形成恶性循环。至于俄乌战争，阿南德认为不会有彻底的终结，2027到2028年可能会暂时停火，但战线会转移到亚洲南海方向，东亚的冲突则会呈现摩擦对峙的态势，不会成为最具毁灭性的方向。这跟很多地缘政治学者的分析其实是一致的。南海问题一直被认为是下一个可能引爆的火药桶。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不管是阿南德、八八万家，还是那些用周易八卦的中国术数大师，他们对2026年的判断有一个惊人的共识，那就是这一年是一个转折点，一个旧秩序开始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的过渡时期。你还记得中国央视公布的2026年春晚吉祥物吗？四匹骏马，象征奇迹驰骋，势不可挡。结果一经发布，立刻引发了网友的惊呼，因为这四匹马在配色和造型上竟然和圣经启示录中象征瘟疫、战争、饥荒与死亡的天启四骑士高度相似。白马代表征服或瘟疫，红马代表战争，黑马代表饥荒，灰马代表死亡。四匹马，四种灾难，偏偏在2026年这个被各方预言家都标记为转折之年的时刻出现。当然，这很可能纯粹是巧合，设计师大概只是想表达马年的活力和奔腾，但在一个充满不安的时代，人们总是会在各种细节中寻找预兆和暗示。好了，让我们来谈谈经济，毕竟战争打的不仅是军事，更是钱，而经济的走向跟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阿南德对经济前景的看法相当深入，他认为未来还会出现一场更持久、更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会在战争更后面的阶段爆发。但他也指出，这场危机不会让所有地区一起出问题，全球南方的一些国家经济反而会持续上升，东方会受益于战争催化的产业转移和权力东移的大趋势，亚洲、印度、非洲都可能成为受益者。他特别看好黄金和白银这类避险资产，他说自己从2019年起就建议客户持有黄金，而且到现在这个建议一直都是对的。他预期黄金至少到2033年都会持续上涨，至少还有5年的强势期。不过在2027年可能会出现一个周期性的小转变，而在2033到2034年可能会出现 20% 到 25% 的回调。他拿1970年代美国金价曾经暴跌 50% 作为历史参照，但从长期来看，在战争环境下，黄金仍然是最安全的避险资产，比股票优越得多。他还提到了一个让人有些担忧的预测，2033年起，美元将受到重大影响，全球货币体系会变得不稳定，国家黄金储备的比率可能出问题，货币的乱局会再度推升金价。这意味着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在未来10年内可能会经历根本性的变化。这跟八八万家的预言又形成了某种呼应。龙婆曾经暗示，2026年可能出现第3次全球金融危机，或者至少是一场重大经济衰退，可能包括股市崩盘、高通膨或货币体系崩溃。他甚至说到，人类可能被迫回归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模式。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夸张，但如果你想想委内瑞拉的经历，货币变成废纸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李贤阳用周易推算出2026年全球的卦象是水山蹇，蹇卦代表的是艰难行进，前有咸水，后有高山，进退两难。他的解读特别深刻，2026年的全球经济不是单纯的景气循环，而是一个卡在转型中断的年份。各国都感受到压力，但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明知道旧方法不行了，却还没完全找到新方法。冲突与对立容易被放大，
小问题也可能被情绪化处理，进而引发更大的不安。他说2026年的关键不是追求快速答案，而是学会在混乱中稳住自己，不急着做出错误决定。你看，当战争、AI 取代就业、油价暴涨、货币贬值、供应链中断这些因素同时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未来的经济图景确实让人不太乐观。但阿南德也不全是悲观的，他同时指出2026年有望成为医疗、科技快速突破的一年。他的原话是，这将是相当精彩的一年，将会发生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特别是在医学技术、数学研究和科学进展方面。危机往往也是创新的催化剂，就像二战催生了雷达、喷射引擎和核能技术一样，当前的冲突也可能推动某些领域实现跳跃式的进步。对于未来的疫情，阿南德的看法倒是让人稍微安心。他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再次出现像新冠那样的大流行病的概率并不高。相比之下，真正能造成大规模死亡的不是病毒，而是战争。这个判断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似乎越来越有道理。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碎片拼在一起，看看能不能画出一张完整的图。首先是伊朗，短期内他会继续承受巨大的军事压力和内部动荡，4月底可能会在被迫的情况下接受某种形式的停火或谈判，可能是一个45天的临时协议，但这个和平不会持久。6月就可能出现新的波动，9月之前局势会全面再度升级。伊朗现有的政权在未来1到2年内会遭到致命打击，控制力持续下滑，但长期来看，旧政权的瓦解反而会为一个新的伊朗铺路。到2035年之后，一个脱离了政教合一体制的新伊朗可能会崛起，成为中东地区真正的强国，甚至可能拥有核武器。短期的输家，长期的赢家，这就是阿南德对伊朗命运的终极判断。其次是台海，从吉利小师妹的卦象推演，李咸阳的天地否卦分析，阿南德的东方崛起框架来看，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高。台湾的主要挑战更多来自内部的整合和社会的分裂，而不是外部的军事威胁，但这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朝鲜半岛的任何变数都可能对台海产生连锁反应，俄乌战争停火后战线向南海转移的可能性也不容忽视。台海的和平不是理所当然的，它需要各方的智慧和克制来维护。第三是全球格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多极化、碎片化的时代。战争不再是2个阵营的正面对决，而是在多个地区同时燃烧的碎片化冲突。全球权力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但这个过程不会是平稳的，中间会伴随着大量的动荡、冲突和痛苦的调整。2029到2032年是第一个重组期，2039到2041年可能出现更严重的集中性冲突。第四是经济，避险资产特别是黄金看好，传统货币特别是美元在2033年后可能不稳定，科技和医疗可能迎来重大突破，但贫富差距和就业压力会持续扩大。全球能源市场因为中东冲突而面临严重的供应缺口，油气价格可能长期处于高位。阿南德在谈到如何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强调了一个概念，叫做心理韧性。他说，类似恐怖攻击或冲突这样的威胁，往往利用恐惧来撼动大众情绪，唯有保持冷静，维持理性判断，才能在混乱年代不被恐慌牵动。这番话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在一个每天都有坏消息轰炸你的时代，保持内心的平静和理性，确实是最难也最重要的事情。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如果你去看那些中国古代的寓言书，不管是推背图、黄檗禅师、诗，还是黄极经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刻之后，会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黑暗不是终点，而是黎明前的最后考验。2026年丙午马年的值年卦是天火同人，同人卦是64卦中的第13卦，天在上，火在下，火性炎上，与天同行，象征着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共同前行。同人于野，亨，在广阔的原野上与人同行是亨通的。虽然眼前可能烈火焚天，但同人卦的精神恰恰是在最激烈的碰撞中找到共识和团结。火与天同行，
对立中有和解，冲突中有合作。也许这就是2026年真正的含义，不是末日，不是毁灭，而是一场必要的阵痛。旧的秩序在火焰中瓦解，新的秩序在废墟中萌芽。就像阿南德说的，这是400年一遇的转折点。转折意味着方向在改变，而方向改变的那一刻，往往是最颠簸的。一辆高速行驶的车突然转弯，车上的人一定会被甩得东倒西歪，但只要方向是对的，颠簸过后就是一条新的大路。最后我想说的是，预言这种东西永远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行动的依据。阿南德也不是100%准确，他曾经预测2020年会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参与国家是美国、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但这并没有发生。他也预测过2021年2月会有经济崩盘和大灾难，但全球股市虽然大幅波动，却依然处于高位。88万家的预言也是真假参半，有些惊人的准确，有些则完全没有应验。周易八卦更是一门需要极高修为才能精准运用的学问，不同的术数师对同一个卦象的解读可能截然不同，但你不得不承认，阿南德对2026年3月中东战争爆发的预测确实精准的令人脊背发凉。而他对伊朗局势的分析，不论是4月底的谈判压力、9月的再度升级，还是长期的政权更迭和国家重生，都展现出了一种超越普通评论员的洞察力。不管你相不相信占星术，他对地缘政治的理解深度都值得认真对待。所以我的建议是，听预言但不迷信，了解风险但不恐慌，做好准备但也保持希望。在不确定的时代，最重要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让自己足够强韧，无论未来是什么样子都能够应对。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在看似绝望的处境中找到出路。不管是400年前那场全球化浪潮中被殖民的民族后来纷纷独立建国，还是800年前蒙古铁骑过后的文明在废墟中重建得更加辉煌，每一次巨大的破坏之后都伴随着更伟大的创造。人类的韧性远超我们自己的想象。2026年也许真的是一个转折点，中东的战火、伊朗的重生、台海的紧张、全球的碎片化冲突、经济的动荡、科技的突破，所有这些都在同一时间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复杂而壮观的历史画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幅画卷中的一个小小的点，但转折之后，等待我们的或许不是深渊，而是一条通往新世界的道路。只不过在踏上那条路之前，我们可能还需要再多承受一些颠簸。系好安全带吧，朋友们。